今天要介绍的电影是《神隐少女》。《神隐少女》是日本非常有名的动画电影，它曾经是日本票房第一的电影，也是宫崎骏最有名的电影之一哦。这么有名的电影，其实我是最近才看的哦，有点不好意思说呢，呵呵。看完之后，我真的觉得非常发人省思，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它这么有名了。它剧情里面有很多地方都会跟我们内心里面产生很多的共鸣哦。故事的主角千寻，他跟着爸爸妈妈在搬家的路上，爸爸妈妈经过了一个隧道，来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小镇。爸爸妈妈看到有一些食物可以吃，就贪心的偷吃那些食物。但是千寻觉得很不对劲，他很想赶快离开那个奇怪的城镇。结果他就看到很多模糊的人影，跟一些很像鬼魅的人影。他遇到了一个小男生，叫做白龙。白龙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在这里，你要赶快回去你原本的世界。但是千寻的爸妈早就已经被汤婆婆变成猪了，因为偷吃别人的食物是不应该的。千寻没有办法，他只好拜托汤婆婆给他一个工作，这样子他才有办法找回原本回家的路。但是汤婆婆是个有法力的大魔女，她故意把千寻的名字藏了起来，帮她改名叫做小千。如果千寻没有办法想起原本的名字的话，她就会被困在这个境界里面。在油屋工作里面的每一个人啊，每天都很辛苦工作没错，但是他们似乎也忘了自己是谁，忘记生命的意义。他们遇到有钱的客人的时候，整个态度就不一样了。他们都会跟在很有钱的客人后面服侍他们，希望客人可以给他们一些打赏。有一次啊，千寻在工作的时候，来了一个很脏、很臭、很巨大的客人，大家都以为那个客人是个腐烂神，没有人敢过去服侍他，因为实在是太臭、太脏、太恶心了。千寻非常有勇气的主动帮助那个很脏的客人。洗完澡之后，没想到那个很臭的神吐出了身上所有恶心的垃圾。原来他根本就不是腐烂神啊，他是有名的大河神。大河神洗完干净之后，就变得轻飘飘的，变成他原本的样子，可以在天空翱翔。他吐出的垃圾里面非常的恶心，竟然还有脚踏车呢。这代表着有一些人都在河里面丢掉不要的东西，甚至是脚踏车。这一幕真的非常写实，刻画了现在人们对于环境的糟蹋，真的让人一阵唏嘘啊。河神被丢了这么多垃圾之后，难怪你分不清楚他到底是谁，但是把自己洗干净之后，又恢复到纯洁无瑕的自己了。这里也让我想到，我们要好好保护自己的心灵，不要全盘接受别人丢的垃圾。例如别人对你的负面评价啊，或是别人的负面信念啊，我们不需要全盘接受这些负面的东西，因为当我们吸收这些垃圾之后，我们自己就会变成腐烂神了，会掩饰了我们原本纯净无瑕的心灵哦。所以我们要好好保护自己的心灵，就像我们每天都会洗澡一样，我们也要好好洗干净自己的心灵。洗净自己的心灵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写写感恩日记啊，可以冥想打坐啊，可以放空啊，可以听一些很舒服疗愈的音乐，也可以写一些手账跟自己对话。保养自己的心灵就跟保养身体一样重要哦。剧中的汤婆婆，她是个性比较坏的大魔女，她住在高塔的最顶端，而且有一层又一层的防备，一层又一层的大门，就像迷宫一样，你要走很久才会找得到她。这让人感觉汤婆婆好像非常的害怕，也非常需要保护自己，防备自己。他的预设立场就是觉得别人都是敌人，会来攻击他，所以他才要做一层又一层的防备，让别人找不到他。而他的双胞胎姐姐钱婆婆，个性跟他完全不一样。钱婆婆比较温柔善良，她住在森林里面，而且是住在1楼哦，就是1层楼而已，非常容易找到，而且大门敞开，欢迎所有客人的感觉。在钱婆婆的眼里，她不需要防备自己这么重，也没有这么多的敌人。她也很有魔力哦，可是她不会主动去攻击别人，所以她可以安心的住在森林里面。钱婆婆跟汤婆婆住的地方真的形成强烈的对比啊。他们两个是双胞胎，这里也象征着如果有2个一模一样出发点的人，他们也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人生哦。就是因为自己的选择不同而已，你选择怎么样的人生，就会有怎么样不同的结果。每一天里面，我们都面临很多选择，要选择爱呢，还是选择恨呢？选择说别人的好话，还是说别人的坏话呢？选择攻击别人，还是跟别人合作呢？每一天都会面临不同的选择，我们所有的选择加起来，
就变成了我们的人生。剧中的无脸男，他原本不会讲话，只会咿呀而已。他其实一开始是非常纯真的，油屋的人都不欢迎他，因为一个很纯真无邪的人很难在这个需要追逐名利的社会里面生存下去，所以油屋的人一开始是很不欢迎他的。其实无脸男他很没有自信，他也不会表达自己，其实是有一点随波逐流的。他只是被千寻吸引着，就来到了油屋。但是进来油屋之后，他很快就被其他人影响了，甚至还吃掉里面的几个店员，而且也因为吃掉他们，就得到了说话的能力。他还一度想要用金钱诱惑千寻来跟他当朋友，因为他的内心真的很孤单寂寞，觉得冷。可是千寻对那种东西并没有兴趣啊。千寻在注意的事情就是要去拯救白龙跟他的爸妈，千寻对其他的事情都没有兴趣。就像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有很多东西会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如果我们被这些东西迷惑，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真正重要的事情。还好无脸男最后还是把那些吞下来的人都吐出来了，也恢复了原本比较单纯的自己，而且也跟着千寻一起去冒险。他们在钱婆婆那边待了1个晚上之后，没想到无脸男就决定留在那边工作了。其实这里我有点 shock， 觉得说怎么那么快他就决定要跟钱婆婆一起工作，不再去黏着千寻了呢？可能是在钱婆婆的影响之下，他开始找到自己的价值了吧，开始找到生活的重心了，所以就不再需要黏着别人。汤婆婆有个宝贝儿子小少爷，他长得超级大只的，汤婆婆非常溺爱他，还把他藏在房间里面不让他出门。他说外面有很多细菌，所以不可以出去玩。汤婆婆丢给他很多的玩具，小少爷每天都是埋在一大堆玩具里面，但是他其实心里面很孤单的。他看到千寻的时候很想跟他玩，可是千寻才没有时间理他呢。小少爷就很任性，叫千寻一定要陪他玩，不然他就要大哭了。汤婆婆因为工作繁忙的关系，都没有时间陪小少爷玩，他丢了一大堆玩具给他，他认为那样子就是爱孩子吧。这也反映了很多现代的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似乎也是很不知所措，可能也是因为自己太忙碌了，只好丢一大堆玩具或一大堆东西让小孩子自己发展，结果小朋友都已经会走路了还不知道呢。白龙在那个境界里面也被汤婆婆感染了，他那时候的心智已经被控制了，他甚至还会去偷别人的东西，他也想不起来自己原本的名字了。他在那个境界里面已经迷失很久了，直到千寻帮他想起了他原本的名字，他才恢复了记忆。原来他是个河神啊！小时候千寻掉了一只鞋子在河里面要去捡，结果不小心就快溺水了，河神就把他救了起来，这也是他们2个缘分的开始。原来白龙就是河神啊！但是那一条河却因为人类要盖高楼大厦，所以就被填平了，河神没有地方去，才会求助于汤婆婆，也就这样子迷失自我了。这里又觉得再度的写实，这些人类怎么会这样子破坏大自然呢？真是让人又感觉一阵唏嘘啊。白龙自己已经想不起自己的名字了，最后是因为千寻想起他的名字，所以他才恢复记忆的。这里也让我想到啊，其实在灵性成长的路上，你并不是孤单的，大家都是互相帮忙一起成长的。白龙跟千寻也是互相帮忙一起找到回家的路。有的时候啊，我们自己会有一些盲点，也许我们自己看不到这些盲点，也许别人会知道我们的盲点在哪里。所以在灵性成长的路上，有一些好朋友也很不错呢。离开油屋的方法其实并不是要赚很多的钱，就像油屋里面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想要服侍有钱的客人，想要拿到最多的小费，但是那并不是离开油屋的方法哦。要离开油屋的方法是要能够想起自己原本的名字，想起原本自己是谁，才能够找到回家的路。反观我们现在的世界，我们要离开这个 3D 世界的方法，也不是要累积最多的财富和物质，不是要成为世界首富才能够离开，而是要想起自己原本到底是谁，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完成这边的考验，才有可能找到回家的路。剧中的主角千寻是个小朋友而已，连他都可以这么勇敢通过考验了，那我们又怎么不可能呢？总之我觉得这部电影还蛮好看的，没看过的人可以去看看哦。我之前还有介绍其他3部电影，这3部电影都可以帮助灵性成长，影片在这里可以看看哦。
那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